台湾新生儿黄疸发生率，5个重要统计 Part 3 Chapter 4台湾新生儿母乳性黄疸的统计数据。母乳性黄疸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黄疸，主要分为2种类型，一是由于母乳喂养量不足引起，二是因为母乳中某些成分抑制肝脏酵素活性或增加胆红素的回收量所致。在台湾，母乳性黄疸的发生率在足月产儿和早产儿之间有所差异。足月产儿的母乳性黄疸发生原因。足月产儿母乳性黄疸的发生比例约为10%至15%。原因一，母乳喂养不足，足月产儿初期可能因喂养量不足导致体重减轻和胆红素回收量增加，这种黄疸通常在出生后第2到第4天出现。原因二，母乳成分影响，母乳中某些成分可能会抑制肝脏酵素活性，增加胆红素的回收量，这种黄疸通常在出生后第7天之后出现，高峰期在第2到第3周。2、早产儿的母乳性黄疸发生原因。原因一，喂养困难，早产儿因喂养困难可能更容易出现喂养不足，导致胆红素回收增加。原因二，肝脏功能不成熟，早产儿的肝脏发育不完全，对于母乳中抑制肝脏酵素活性的成分更为敏感，增加了母乳性黄疸的风险。3、为何早产儿的母乳性黄疸发生比例较高？原因一，肝脏功能不成熟，早产儿的肝脏发育不完全，其代谢胆红素的能力较弱。因此，当母乳中的某些成分如酵素或荷尔蒙抑制肝脏酵素活性时，早产儿更容易出现黄疸。原因二，喂养困难，早产儿经常面临喂养困难，包括吸吮和吞咽能力不足，这导致喂养量不足，使得胆红素无法通过肠道有效排出，进而增加母乳性黄疸的风险。原因3，免疫系统较弱，早产儿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容易受到感染，进一步影响肝脏功能和胆红素代谢，这也是母乳性黄疸发生率较高的原因之一。4、台湾的实际情形。在台湾，母乳性黄疸是常见的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医护人员通常会建议母亲增加哺乳次数，以帮助婴儿更快地排出胆红素。此外，定期检查和监测新生儿的黄疸水平，确保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问题，对于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尤其重要。